Hello，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 Betty。这期视频开始于一个念头：你会不会偶尔觉得自己像个废物一样？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多这样的瞬间，可能是买了最大码的牛仔裤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拉不上拉链；或是准备了半个多月的项目提案，最后却在展示的时候因为发挥不好被淘汰；又或者是班主任的一个埋怨的眼神，领导语气的一点点不耐烦，然后我就开始无止境的自我霸凌，觉得自己不够瘦，不够格，什么都做不好。一直到最近我刷到的文琪做客的鲁豫漫谈，在这里我找到了3个能帮你我走出成长迷茫和自我否定的认知窍门，学会真的可以让我们更坚定，也更有力量。开始前，想要先特别感谢 Coach 对本期聊天室的赞助，它也是这一期鲁豫漫谈的赞助品牌。作为时尚品牌，却不聊穿搭，反而愿意花钱赞助输出观点的深度对话，鼓励我们表达并展现自我。这种能给人力量的品牌，真的值得我们的关注。谢谢 Coach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了。在我20多岁的时候，最大的迷茫是一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我申请剑桥那一年，面试前1周，只因为室友的随口一句 "Betty， 你这件西装是不是买小了"，就着了魔一样的连续饿了自己3天，只为了让自己在面试的西装里看起来可以更自在一些。现在说起来啊，觉得有点可笑，对吧？但这种自我霸凌也出现在了天才少女文琪身上。14岁拿金马奖已经是超级厉害了，但在那样的光环之下，她站在台上落泪，并在采访当中说：我从来都看不到那个奖杯，我只能看到站在台上的是一个臃肿的小女孩，就一下子你就觉得你全身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看的。看着她的叙述，真的让我很心疼。就像一个人明明很好，却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无法自在的爱自己，怎么会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看的？这个时间的女生真的是披着麻袋都会好看。但我知道，偏偏这个时间的我们是最不自信的。邮件发现错别字，聚会说错了一句话，合照里面脸看起来大了一圈，就因为一点点不完美，就把我们自己定义成了一事无成的废物。鲁豫也说啊，他现在看自己以前主持的视频，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又傻又可爱，但当时的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爱，也没有好好享受过当下的荣耀，总在忙着准备，忙着奔跑，从来没停下来说过一句我现在很好，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。你看啊，我们都在焦虑当中奔跑，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，但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停下，一起看看那个曾经的你，他真的很棒，很可爱，现在的你也是。第2个迷茫是对长大本身的恐惧。小时候的我们听 S.H.E 唱不想长大，觉得那只是歌词，但真到了20岁出头，我们会发现啊，自己一边急着变熟练，变得更加游刃有余，一边又害怕失去那些天真，那些对未来的期待，那些还没被磨平的棱角。20岁出头的文琪也在担心变保守，失去灵性。那我好不想长大呀！我们曾经做了那么多所谓没有结果，却让我们觉得很过瘾的多余的傻事。但到了某一个瞬间，你会突然发现，你开始学会了隐藏锋芒，你开始变得越来越权衡利弊，甚至在别人眼里，你变得越来越世俗。但我希望你知道，这些你为了在社会生存而磨砺出的处事方式，积累的个人能力，会让你真正拥有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你可以选择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选择离开不开心的场合，设定你自己的规则，建造完全属于你的王国。我知道要踏出这一步很可怕，但就像小鸟要学着飞翔，它总是会感受到刚开始练习时下坠的绝望和恐惧。长大是一件不可避免的，一定会来的事情。不管看视频的你是和我年纪相仿，还是我弟弟妹妹的年纪，我都希望和你说，当你真的学会为生活负责，你会有新的100种、1000种方式，让你的生活过得像你曾经的梦想。
我相信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会有梦想过，要成为传奇，长大呢要有一番天地，要成为那个唯一。我还记得大学毕业，一头粉发的我站在伦敦大学的校门口，耳边是人群里中国同学大喊着毕业及失业的焦虑，眼前是身边早早拿了工程师甚至 F1 车队 offer 的精英，再看看连人生方向都还没有找到的自己，那一刻我真的仿佛感觉到自己从那个所谓的成功赛道里被踢出局了。文琪在这次的采访里也聊到了这种焦虑，他想要成为一位影史留名的伟大演员，却觉得也许这件事情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发生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但鲁豫在这里非常难得的严肃地打断了他，他用娜塔莉·波特曼拿奥斯卡的29岁提醒他，他演黑天鹅拿奥斯卡奖，他29岁，比你现在大了好几岁。你以为的终点，可能连热身赛都还没开始。相信我，没有人能把你踢出局，除非你自己选择放弃离场。我很喜欢鲁豫说的这一句，我觉得输就是最终在这件事情被正确的书写之前，我就已经退出舞台了。当这个舞台没有我的声音的话，那就只有一种声音。倔强有时候比才华更好使。当年那个学机械工程的女孩，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成为博主，甚至在我30万、50万、80万观众的时候，都有同行或前辈带着优越感来跟我说 ：“Betty， 你这样是做不下去的。”但你看，我现在在 B 站有160万观众，我依然在场，依然在用自己的声音书写属于我自己的故事。当焦虑的文琪遇上松弛的鲁豫，我感受到了那种 courage to be real， 表达真我的底气。糟糕，你知道吧？这也是 Coach 这次春季大片想要传递给我们的。世界或许会给你设定无数的标准，但你有权握住属于你的那支笔，用你自己的声音去书写你自己的故事。或许我们会在这些真实的故事里大笑或落泪，但这不就是故事存在的意义吗？如果你现在也有那种很糟糕、很迷茫、想逃离的瞬间，试试把 Coach 这次的专题当做你的树洞，写下你对这期节目的感悟，或者分享一个你正试图重新书写的人生时刻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类聊天室内容，记得在下面点赞、投币、收藏3连支持。未来呢，我就有可能更新更多。另外，接下来还会有3期 Coach 赞助的陈鲁豫漫谈，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继续关注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，请一定要温柔地对待自己，这一路走来，你辛苦了。